老年人的最后10年，绑架了孩子的黄金10年。然后这个老人走了，他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那我生活有何意义？我自己又是什么？我算谁？这个系列我们把焦点呢聚焦在看护者的身上，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读者跟观众呢，就看了我们的视频跟读了书之后呢，都留下他们自己个别的故事。我们请部长给我们念一下这一封是 Lin， 她的爸爸是看顾她的婆婆的，所以爸爸是看护者。好的，他这里写道：我婆婆也是后来老年失智了，我爸当时还有上班，几乎常常请长假，每周一到周五都在老家陪着婆婆，周末就由我姑姑接班。姑姑自己虽然没有工作，可是她有一大家子要照顾，也不容易。现在的人生活压力这么大，家里如果有长辈失智，真的很辛苦。还好我爸算是资深的员工，老板对他很好，因为听说老板也有个失智的老爸，所以他特别能够理解。我妈也有工作，他们也有一笔储蓄，所以我妈也很支持我爸的决定。我心里偶尔会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爸或我妈也得了失智，我自己能不能像我爸一样抽身，甚至辞职去照顾他？也许到时我连辞职的资格都没有吧。如果我到时还要养孩子和供房子，不过希望不会有那么一天。我想起当我妈妈的那个失智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我的二姐，因为我二姐她是做 property agent 的，所以比较自由。她甚至有一次，她就跟我们讲说，我不要做了，她就要全职做 caregiver，她就要辞去她的工作。哇，我们全家人都反对，都跟她讲你不可以。我说二姐，你想想看，你现在已经是50多岁，如果你放弃了，你去照顾妈妈，当然很好啦，你也觉得你尽孝什么等等之类，可是你不知道这条路会多长，可能10年，可能20年。对，现在我们人口老化，很多人越来越长命，可能那个岁数也会，那个寿命也会延长。那20年到头来，妈妈走了，你60多岁了，你没有储蓄，你没有工作，你再也没有技能，那你怎么办？而且我碰到一个，我记得跟听众讨论过这个课题哦，他们就说家里应该谁辞职？到底是薪水最低的，你知道吗？职位最低的，因为你的牺牲比较小一点之类的，就是要有一个人。对，如果有一个人的话，到底谁辞职才是最适合的？有这样的讨论跟挣扎的。我想起来以前那个中国农村的，他们没有钱只可以供一个人读书，然后他们就抓阄，你懂吗？对，就是那个长短哦，谁出来工作 ？Oh my god！ 所以就会造成就是那些没结婚的女儿、单身女儿们，对吧？因为他们就会说，你没有家庭嘛，对吗？对，然后你没有其他的负担，对不对？你的这个 opportunity cost， 对吗？机会成本，你牺牲的是最小的，所以就由你来照顾。可是女性也有她工作的权利啊，她也可以为社会付出很多。是。而且台湾他们现在有一个看法是说，他们是觉得说，在面对人口老化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，叫做老年人的最后10年，绑架了孩子的黄金10年。就是在讲这种状况，就是他其实本来，比如说我们50多岁，你现在你还能够 contribute，你在职场上你还是可以有另外一片的春天，可是因为你要回去照顾你爸妈，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价值的你的一个取舍嘛，那你完了，那你自己又变成老了，那你怎么样？对，然后我也在想到说，因为很多时候，如果一个人就是辞职了，然后他的整个生活圈子就变成就是看护他的这个老爸或老妈哈，他其实自己的那种身份认同是什么？然后如果说他这个老爸老妈不幸有一天走了，他怎么看待他自己？他怎么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当中？对，他没有了社会的身份，可能。对，他可能会觉得说，我一直以来就是以这个看护者的这样的一个 identity 这个身份，对吧，去做一切的事情。然后当时他做这个看护者的时候，他肯定有使命感的，对吗？对，因为他真的是全心全意去照顾一个老人嘛。然后这个老人走了，他可能会觉得说，那我生活有何意义？我自己又是什么？我算谁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棘手的问题，因为就好像刚才明德兄所说的。
如果说老人家走了，然后你说你姐可能60多岁，如果然后大出来哈，然后那他还有很多年呢。是啊，那他自己应该怎么过？对啊，对吗？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应该小看这个问题。所以 Lin 的爸爸相对来讲就是幸运的，因为他的公司他的老板。